Hello，各位，我是温迪有风。如果我告诉你，你不用那么努力工作，而且还可以把你的工作做得更好，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怎么样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这个梦想变得越来越有可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3个非常实用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工具，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的轻松的赚钱。在本期的视频中，我会深入实操每一个工具的使用方法，以及怎么利用好这个 AI 工具来帮助我们赚更多的钱。当然，我们需要灵活的运用这些工具。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入主题。我们需要用到的第一个工具叫做 Vidyo AI， 我们可以在 Google 里面进行一个搜索，就是 Vidyo AI， 就是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AI 工具呢？你只要鼠标稍微点一下，它就可以把你的长视频剪辑成非常多的一个短视频。它还会帮你挑出，比如说一些视频里面最有意思的一些片段，找出你这个视频中的一些非常高光的一个时刻，再加上字幕变成一个短视频。怎么赚钱呢？我提供2个思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到一些粉丝比较多的一些博主，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英语老师维拉萨，他就是专门教英语的一个粉丝，他有差不多接近500万的一个粉丝。那他很多都是一个长视频，我们可以给他发邮件，大概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帮他剪辑一个短视频，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这个关于它里面找到它的一个邮箱，可以点击这个地方提交一下，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邮箱。看到它的邮箱以后，你就可以跟它发邮件，然后你可以用这个 AI 工具剪辑出来的一些短片给它看一下，你剪辑好的样片，看它是否有兴趣。当然的话，你可以找很多这种大 V， 就是粉丝比较多的一个博主，给他们发邮件，很有可能你的邮件会被拒绝，或者说被忽略，这很正常，没关系。做生意做销售被拒绝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Fiverr 这个网站，你可以在上面注册一个账号，然后你可以为别人提供一个服务，剪辑短片，就是从长视频里面剪辑短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iverr 上面帮人家剪辑短片是怎样一个收费的。搜索这个长视频剪辑成短视频，我们看一下上面其实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比如说随便点一个看一下这个人，我们看一下他的收费是这样子的，41港元，差不多40块钱左右吧，就是一个视频。我们看一下，他提供了几种一个服务方案，就是剪一个视频就是41，然后后面的又剪3个视频就是246，就是这样一个收费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在剪辑短片之前，我们需要提取或者下载一下别人的这种长视频。那以我的视频为例，比如说我想剪辑这个视频呢，我可以点击比如说右键先复制一下链接，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网站，叫做 y2mat.com 这个网站，还有这个网站也是可以的。我们把我们这个 YouTube 上面的一个视频链接点进去，然后点一下这个，它稍等一会儿，它就可以提取你这个视频的一个地址。OK， 下面它就显示，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这里比如说可以导出视频、导出音频都是可以的。然后点击这个档，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导出视频的一个清晰度，这个档可以进行选择，选择以后点击 OK， 稍等一下，它就会开始下载。当我们的视频下载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去这个网站，叫做 Vidyo AI 这个网站，进行一个快速的将长视频剪辑为短视频。OK， 我们点击，比如说第一次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上面开始免费试用，可以用你的谷歌邮箱直接登录以后进入后台的话，点击这个上传文件，反正这个地方你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 YouTube 视频的一个视频链接直接粘在里面就可以，或者说你从电脑上上传这个视频文件都可以，这里有个上传，然后我觉得上面这个可能更方便，直接复制 YouTube 视频的链接，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开始。OK， 到了这里的话，它会叫我们选择一个
你的视频的一个比例，这里1:1 9:16，就是9:16就是适合短片 ，TikTok 啊、抖音啊，这个 Instagram 啊，这个还有 YouTube 上面的短片都用这个，选中间那个就可以了，然后点继续。然后这个地方它会叫你选择至少4种一个视频的一个模板 ，OK， 你直接选就 OK 了。就是你视频想要什么样的模板，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进行选，选好以后我们点继续。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给你的视频设置一个水印，你看它会在中间就会把这个视频，比如你的名字我叫温迪有风，你可以把这个打上去。这里给大家说明一点，就是这个网站它目前为止不支持中文字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的中文它可能识别不出来。不过我觉得短片有没有字幕不是很重要，你看我们抖音上短片有字幕的也很少，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没有字幕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点击完成 OK， 点击完成后点这里去后台等待就可以了。 OK， 他说的是他正在处理我们的视频，他需要30%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的视频如果是10分钟的话，他可能需要3分钟的时间去处理我们这个视频。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后台等，点击这个去后台等待就 OK 了。这个里面就是我有处理好的一个视频，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如果免费版的话，它有一个时间限制，比如说一共是75分钟，我现在已经用了34分钟了。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升级一下你的版本了。如果你真的可以用剪辑短片赚钱，我觉得升级一个付费版那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剪辑好的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 OK， 它就帮我们已经生成好了，我们看一下效果。在家里面就可以通过这就是它剪辑好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就是它帮我们剪辑好的。那个user feel的话，看上面就是它帮我们剪辑好的一个短片，它后面就是一个它后面就是一个视频的一个模板。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也是我之前弄好的。效果怎么样？他说他明白，他说他会用我提供的方法写出一些。他说他明白，他说他会用我提供的方法写出一些。它不支持字幕识别的话，它不支持中文，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的话，它显示出来的就是不对的。我们可以直接把那个字幕删掉就 OK 了。我们现在来简单的，比如它视频生成好以后，我们可以对视频进行一个简单的编辑。开始整理。OK， 试一。点击这个下面这个，开始一个整理，开始一个编辑，点这支笔。OK， 它这个地方就可以来到一个编辑的页面。这个地方你可以拖动它，然后进行一个缩放。如果你觉得没显示全的话，你可以拖动一下。OK， 这里进行拖动一下。这就是他帮我做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我们开始整理 ，OK， 试一下效果怎么样？这就是他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短片，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你看他帮我生成好的。这里面有很多这个模板，这里面是模板，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要选至少3个模板嘛？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觉得你喜欢的模板，比如我喜欢这个模板，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模板来制作就 OK。OK， 我们看一下效果，是不是这里面就可以了？然后这上面的字的话，你可以改的，比如说你打上你这个视频的一个标题上就 OK 了。你打字的话，中文还是打得出来，但是它字幕识别的话，它就识别不了。如果剪辑中文的话，字幕识别就识别不了，你可以直接就把它删掉就 OK 了。再点击这个地方，删除、移除就 OK 了。这个地方如果你是英文的话，那就方便了，你可以选择一下你的一个字幕的一个效果，在这里可以选很多一个字幕的效果。这里还可以，比如说增加一个进度条都可以，这个就是进度条。下面那个进度条，这个红色的就是一个进度条。
进出条的颜色你也可以进行改，你可以加 logo 上去，上传一个 logo 都可以。然后你的视频做好以后，右上角有一个下载，点击下载就可以了。然后呢，你选择一个你下载这个视频的一个像素，720的话就是免费版，只能这样子的。1080P 的话需要你付费。可以确定，我觉得前期的话就用个免费版720的就 OK。你们先尝试一下，点击确认。这个地方上面，这就是点下载就 OK 了。下载一下了，下载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我们开始整理 ，OK， 试一下效果怎么样。这就是他帮我们剪辑的一个短片，下面还有一个进度条。OK， 生成的我觉得还可以。这个第一部分是主题，第一个表。我觉得剪了个短片还可以。你们在做的时候啊，把下面，因为它不支持中文，你把下面那个字幕给删掉。视频剪辑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视频发给我们的客户看一下。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这种长片剪辑成短片的话，我们主要用到的就是2个工具。第一个就是导出视频的这个网站这个工具，因为刚才这个 VDYO 网站的话，它只支持 YouTube 的一个视频链接，直接进行一个剪辑。如果你是其他网站的一些视频，都可以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它都能识别到你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地址，然后进行一个下载。在我看来的话，这个工具只能说是我们这3个视频里面一个入门的一个 AI 赚钱工具，用起来也超级的简单，制作短视频的效率简直非常的快。1个小时的话，我们看一下 Fiverr 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Fiverr 上面，它剪辑一个短视频是多少钱？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剪辑一个视频，比如这个它帮助剪辑一个视频的话是3个视频，30秒的话是82块港币。我们来看一下港币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钱？一块人民币的话等于差不多4.3的一个新台币。我们看一下它那个82的话。剪3个视频是多少？剪1个视频是多少钱？调换一下，82台币就是3个视频，相当于剪1个短视频的话就是6块钱左右，6块钱人民币左右。6块钱是我觉得的话，我们用 AI 工具剪的话，1个小时随随便便剪个10条、20条是非常容易实现的。比如我1个小时能剪一个15条吧。15条的话，1条6块钱乘以6，相当于1个小时我们能赚个90块钱，这个收入相当高了。你一天工作，比如3个小时，一天如果你工作3个小时的话，就是270块钱人民币。这个工具的话，它的优点就是非常简单，但是它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它不会像其他收入那么被动。就是不会有什么税后收入，这个都需要你自己付出时间去真的帮人家剪一下，因为这个 AI 剪以后，你还是要稍微修一下，也稍微帮它改动一下。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如果你能接到一些比较固定的一些大 V 他们的一个业务的话，他们有很多短片给你剪的话，你的收入的话，那就非常的固定了。还有的话就是你可以为你自己节省时间，比如说你的 TikTok、YouTube 它的短片，你自己也需要发布的话，这个的话可以为你节省非常多的时间。所以说我介绍的第一个 AI 工具，它可能赚的钱没有我后面介绍的 AI 工具赚的钱那么多那么快，不过的话它还是非常不错。我想的话，它后面的话这个 AI 网站它会越来越强大的。接下来这个介绍这个网站比较有意思，它的叫做 Browse AI。Browse AI 的话，它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数据的一个爬虫。它可以帮你建立一个机器人，然后帮你监测任何网站的一个数据。如果这个网站的任何数据发生一个变化的话，它可以随时通过邮件告诉你、通知你。比如说，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
提取与你的品牌呀、你的产品有关的一个视频，监测，比如说大家怎么样评论你的这个产品呢？怎么样评论你这个品牌呀？另外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监控器，当有人比如说上传与你的品牌名字相关的一个视频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邮件的一个通知。还有的话，你可以拿来进行一个竞争对手的一个监测。总之的话，它就是可以帮你监测任何你想要的一个搜索的一个结果。如我的品牌叫做 Wendy， 然后如果有人在 YouTube 上面上传了标题里面包含有 Wendy 啊，或者是标签里面包含了有 Wendy 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时候，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帮我们检测到，然后就可以通知你，然后就可以让你了解最新的与你的品牌相关的一些信息。你不用自己随时去搜，这个机器人它只要有你的品牌相关的一些视频以后，它会自动的通知你。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网站，点击右上角，点击进行一个免费的试用。你可以用你的谷歌邮箱直接进行一个登录都可以，直接进行登录就可以。我用我的邮箱已经登进来好以后，进入这个后台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右边这个建立一个机器人。OK， 建立一个机器人，这里它会叫你选择你是想监测比如说一个网站的变化，还是检测一个数据还是你需要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导出。它里面有很多这种它已经设置好的一个机器人，它可以检测非常多，你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比如说它可以检测这个网站的一些数据啊，这边它有一个分类，它可以检测这些所有的网站的一个数据，而且有些网站还可以提取一下他们的一个数据，都可以。点击开始，你这里可以点击新建一个机器人，然后这边可以选择检测一下，比如说搜索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需要新建一个机器人，然后我们比如说我对 iPhone 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 YouTube 上面的一个 iPhone 的一个搜索结果，我搜了 iPhone， 点击搜索以后，它上面把这个搜索结果这个地址复制一下，粘贴过来。OK， 这里你就可以点击一个开始监测，开始。然后在你这个网站的话，它只支持那个谷歌浏览器。第一次使用的话，它会要求你安装一个插件，就是按照这个谷歌浏览器上面就是这个插件，安装以后，它就像这样有一个机器人。OK， 我们点击，比如说搜索结果，点击开始，它就会跳到一个新的页面。它这个的话，目前只支持那个谷歌浏览器，所以说我们一定需要用谷歌浏览器才可以。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机器人。OK， 比如说你要检测它的一个列表啊，检测文本啊，或者屏幕截一下图都可以。我们比如检测一下文本，我们比如说想检测一下，比如说它的一个观看的它的一个播放量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下 OK， 按一下回车，取个名字就 OK 了，然后再点这个勾 OK， 我们就完成了。你可以继续，我们还可以继续选择一个你需要检测的一个数据，就点第一个继续，然后我们再点一下机器人，然后再点击一下这个新建一个文本的一个监测，比如我要监测一下它的一个标题，比如说有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下 OK， 我们可以选第一个可见的一个文字，下面它还可以进行一个 HT 代码的一个监测都可以，点击一下这个 OK， 选好以后我们点击回车。我们这个好处就是我们看它标题后面比如说有没有发生一个变化，选好以后按回车，这里就写个标题吧。你可以对你的每一个检测取个名字，选完以后你就可以点这个 Finish。可以
给你的这个刚才建的那个机器人取个名字。OK， 这个地方它叫你选择，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是免费版的话，它只能说每天通知你一次。如果你是付费版的话，你可以叫它每1分钟或者每1小时都可以通知你一次。因为免费版的话，我觉得检测这个1天都可以了，1天通知我们一次或者2天通知我们一次都可以。来，可以选择一个你星期几通知你都可以，这里我选的任意时间它有变化都可以通知我。OK， 它如果这边检测到那边，比如说它的一个标题有更改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播放量有变化的话，它都会通过邮件的形式通知我们。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就 OK 了。这里你看可以看到，我们检测到它那个视频的一个播放量是 96K， 然后它的标题是这样的一个标题。如果它的播放量有变化，标题有变的话，那个机器人它都会通知我们。我这个演示的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你可以灵活的运用这个工具。如果你熟悉这个加密货币的话，你就知道每个人的交易历史都会在区块链上都看得到的。我喜欢用这个叫做 Debunk 的这个网站来检测一下，比如这些大佬，他们正在交易一些什么样的货币，他们什么时候卖出的呀？他们什么时候在买什么货币啊？什么时候在出售一些什么货币啊？我觉得这些信息对我们这些小白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大佬的话，他们都是老手，他们都是非常熟悉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些交易员，所以说他们通常比我们这些散户的话获取的这些信息的话可能会更快更准确。他们有时候的一些购买的模式的话会成为这个主要价格升啊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一个指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佬他买了些什么，他在什么时间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11个小时之前进行了一个什么交易，这上面都会在区块链上面都看得到的。比如说12个小时之前他买了什么，出售了什么，在这上面都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大佬他在这个点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时间段进行了一个低买，然后在上面一个点进行了比如说一个高卖，那我们如果能第一时间检测到这个数据的话，我们可以跟着它一起买一起卖。这个是非常对于我们这种新手小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意见。那如果我们人为的去点击看每一个交易，那这样看起来非常累，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AI 工具帮我们自动检测。比如说这位大神他在什么时候，他比如说这个在33分钟之前购买了什么，出售了什么货币，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这个信息。那我们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还是用这个 Browse AI， 我们点击开始。因为的话那个加密货币它每一次交易的话都会显示在它这个数据上面，它都会在交易这个历史里面都会体现出来。所以说我们只要追踪好这个交易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交易这个记录，我们就可以随时了解它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信息。好，首先我们还是新建一个机器人。OK， 我们这里选择检测这个网站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我们选第二个。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这个，你点击这个交易这个记录，点一下 ，OK， 复制一下。这上面的话也可以搜索，比如说你关注的一些大神他们钱包的一个直接可以搜到他们的 ID。OK， 如果也可以在这里面有很多就是比较厉害的，也可以随便点一个。比如我点这个，我们来进行，我想关注它的随时的一个交易动态，复制一下这个链接，然后的话我们粘贴到这个地方来。OK， 我们开始。他有时候可能他还会问你这个网站需要登录吗？这个网站不需要登录，我们就直接点击开始，它会弹出一个新的一个窗口。这个是一个谷歌的一个浏览器，其他浏览器目前来说不支持。OK， 我们现在开始点 OK， 看那个机器人非常的
还感觉很有科技感。你看我鼠标走到那里，它就动到了，你还可以移动它。OK， 因为它那个最新的一个交易记录的话，都会在最上面。比如说这个交易记录是在35分钟之前、44分钟之前，它买入了什么、卖出了什么，都会有一个记录。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叫它来帮我们检测一下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是最新的，比如说前面3排数据有没有变化。如果有新的数据出现的话，那数据肯定变了，然后它就会第一时间用邮件的方式通知我们。怎么做呢？点击一下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这个检测一个文本的一个变化，点击这个 OK， 来选择这里，选择这一排，而选好以后你点一下回车 OK， 选择这个检测文本的一个变化，在下面可以检测代码，我们就点第一个吧。选好以后按一下回车，然后你可以取一个名字，比如说第一排的，我们可以先写个1吧。OK， 我们继续检测，我要检测它前面3排的一个数据。如果你建好以后，你可以点击这个完成。OK， 它正在处理，它现在会跳到一个新的页面。你可以给那个机器人取个名字，它是什么名字，你就可以取一个名字就 OK 了。比如我要检测的是这个网站，保存一下。下面这个同样的是通知你是什么时候通知你。1分钟、1个小时、1天、1周还是1个月？免费版的话就只有1天。OK， 通知的时间这里选一下。OK， 这里如果检测到，比如说他今天有交易的话，他就会通过邮件的形式通知你。前期的话，我不建议你付费用这个。当你挣到一定的钱以后，可以考虑一下用付费来做。点击一下保存。OK，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比如说第一排检测的数据是，就这个；第二排检测数据就是第二个。如果这3排数据，因为它最后交易的一个记录都会显示在最上面，所以说第一排、第二排、第3排的数据它肯定会发生一个变化。变化以后，这数据只要和我们当时检测的不一样，它就会用邮件的形式通知我们。的话就不用我们自己随时去盯着看了，为我们节省非常多的时间。如果你有玩这个加密货币的话，那我们这个 AI 工具结合我们这个数据监测这个网站，我觉得就非常的一个实用，因为它不用你自己随时去盯盘，是随时去盯着看。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技巧设置和运行它，其实是非常的一个简单。赚钱的潜力也是非常大的。除了我说的这2种，你还可以用这个检测的来做非常多的一个事情。我强烈建议大家先好好在这个网站学习利用一下这个工具。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里面有很多已经帮你预设好的一些功能，你可以直接拿来用。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多研究研究。为了最大程度的利用好，比如这个工具的话，在这之前，你可能需要有一定的网络赚钱的一个基础。它本身的话，比如说这个 AI， 它算不上一个副业，它只能说帮助你的一个副业，它可能理解为就是一个副业的一个助手。它可以作为你现有副业的一个提高效率的一个进行补充，它可以成为我们网络赚钱的一个好帮手。另外的话，这里需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加密货币它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你需要自己评估好这个风险。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的意见，我的思路只提供一个参考，
不提供任何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建议。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本期视频的第3部分 Midjourney， 它可以帮你把文字的一些描述，帮你脑子里面中的一些想象力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然后再生成这些非常漂亮的一个艺术作品。然后生成了好图片以后，我们可以拿到比如说像这种 Etsy 上面进行一个销售，卖这种数字一个产品。现的话，在那个 Etsy 上面卖这种数字图片的话，其实是非常火爆的，因为这个需求量确实非常的大。比如说买了这个图片以后，它可以打印出来，用到了比如说一些手工艺上面一些文具上面还有一些笔记本的封面等等的非常多的地方。你看它这个评论的话，都差不多有69000多个，你可以想象一下，而且基本都是5星好评。你可以想象它卖了多少钱？比如说我们来算一下，就按评论的进行一个计算吧。一个69383乘以2.13，过10、100、千万、14万美元。这个东西它卖了14万美元，厉不厉害？所以说我们第一件事的话，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比如说最近流行的卖的比较好的一个数字图片是搜索一下数字图案是哪些卖的比较好，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销量，5颗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6万的一个销量，还有很多这个销量卖的也好，这个卖了，这个销量也可以，卖了9000多。这个好像是做的花吧，这个卖的也可以。我们可以通过 Etsy 上面去找一些灵感，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个 GPT 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帮我们去想一下哪些卖的比较好。我叫 GPT 给我一些关于这个数字图案卖的好的一些建议吧，它会很快帮我们生成出来。我用的这个网站叫做 POE， 它上面的话集成了非常多的一个 AI 工具，在这上面用起来也非常方便。OK， 现在 GPT 已经给出了我们一些关于数字图片的一些趋势风格的一个建议。可能提到有手绘的风格、几何图案、植物图案、运动的图案，或者一些水墨风格的图案、花卉的这个图案还可以，一个夏天的一个花朵的一个图案，我看它卖的还可以。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 Midjourney 的话可能是太火爆了，之前还有免费的试用，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收费的了。它里面有3个的一个收费标准，大家可以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去购买。我选的话是这个标准版，24美元的一个月。我们打开 Midjourney 来试一下，它需要和这个 Discord 的这个软件进行一个关联。我想生成一个它这样类似的一个图片，我复制它这个名字，然后的话，这个 POE 这个网站，所以说推荐给大家。这里面有一个 Midjourney 的这个提示的一个生成，我们直接把，比如说，因为这个它里面已经是训练好的一个 AI 机器人，所以说你不用再训练它，我们直接输入你想要生成的一个文字，然后输入进去，它就会帮我们想象一下，帮我们生成这个提示。可以，这就是它帮我们生成的提示。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它这个，进行一个生成，打个斜杠，选择第一个，粘贴进来，按一下回车，稍等1分钟。这个地方的话，它是一个进度生成的一个进度，可以看到上面有我生成的一个图片，这个就是我生成的。这里面 U1、U2 分别代表是第1张、第2张、第3张、第4张。这个 V1、V2、V3、V4 代表的就是第1种风格、第2种风格。你想要哪一个，你就点一下它下面就可以。比如说我想要最后一种风格，我就点 V4，它就会再用 V4 的风格再帮我们生成4张。如果你喜欢第一个，你就点一下 U1，它就后面就可以再帮我们生成。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你可以点击这个刷新。你看大图的话，你这样点一下，然后在浏览器中打开。OK， 它这边就出来了，你可以进行一个保存、放大都可以。OK， 这个就是它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花朵的照片。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这可以，但是呢，我们需要一种无缝的一个图片。你看它边上，你感觉到有很明显的一个缝隙，看到没有？我们怎么才可以把这个缝隙去掉呢？那这个地方需要后面再加一个命令，比如说还是复制这一段。粘贴进来，然后这里再打2个斜杠，输入 TILE， 这样的话，它再帮我们生成出来的图片，它边上就不会有这种边框了，是白色的，因为我们后面需要无缝的拼成，如果有白色的话，拼出来就不好看了。现在就是它帮我们生成好的这种，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就是无缝的，看到没有？边上没有刚才那种白的了，这种拼出来就非常漂亮了。比如说我喜欢第2种吧，我就点一下 U2，OK， 它下面就会帮我们生成 U2的这个图片的一个效果。我们稍等一下 ，OK， 生成好了，点击一下，在浏览器中打开，点击右键把它存下来就可以了。比如说这是我们刚才的图片，我们需要给它无缝拼接出来。哦 ，no， 你确定我们要这样做吗？那不是太累人了。我们这个是一个 AI 的视频，我怎么可能教大家用 PS 这样拼呢？太累了。我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几秒钟搞定，就全部把图片拼到一个大图上面。我们来试一下，可以更聪明一点。既然我们正在使用人工智能这些工具，为什么我们要手动去拼这个图片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非常酷的这个网站，叫做 Rapper 这个网站，它专门设计用来自动重复拼图的一个网站。来试一下，打开这个网站以后，点击开始，看了一下。它那个非常的神奇，看到没有？你可以进行任何的一个变化，非常多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这个图像，点击这里上传。我们可以上传，比如说我们刚才生成好的这个图片，它里面有3种，这个，还有一种3D 的效果，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OK， 比如说你这个图片放到这个3D 上面是怎么样一个效果？就是这样一个效果。还可以360度旋转，这里可以旋转。你看，你还可以旋转一下它这个图案。这里面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图片的一个变化形式，都可以，非常的厉害。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下，你看它里面有很多预设好的这些效果，你喜欢什么效果，你就选什么样的效果就可以，非常多。下面有非常多的一个预设好的一个效果。这个可以，我们就选。那衣服上面，你可以说看一下你这个图案弄到裙子上什么效果，弄到枕头上面什么效果，弄到这个围巾上面什么效果，都非常多的一个效果。这个 ATC 上面的话，它的尺寸基本都是12英寸的，像素的话一般都要300。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也像素选300，选好以后，点击这个导出。这个用 Midjourney 的话生成那个数字图片进行一个销售这种数字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我们3个中如果对于新手来说最容易实现、最容易操作的一个项目。但是的话，它需要你前期做非常大量的一个工作，比如几十上百个产品，可能才能保证你能销售出去。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和方法，你需要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灵活的运用这些思路和方法。那有风的目的就是这样子的，
我的任何的一个意见、一些想法，没有任何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建议，只供大家娱乐参考。祝你好运。我是温迪有风，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就是一些网络赚钱、网络创业的一些思路和方法，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实操的一些步骤。如果你有任何的一个问题，有任何的一个想法，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我看到的话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